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个办公室里的秘密。在一个南方一个特区都市中，有间著名的科技公司，这里的员工们总是忙忙碌碌，每天都在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而努力着。王聪，一个年轻有为的职员，正是这家公司的一员。他性格沉稳，能干，工作效率极高，在公司里很受领导的器重。某个周五的晚上，公司加班至深夜，当其他员工都陆续离开后，王聪仍在办公室里处理着工作。夜深人静，办公室里只剩下他的键盘敲击声回荡在空旷的房间内。突然间，其他几个工位上的电脑屏幕闪烁了几下，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光芒。王聪感到一股寒意从背脊处袭来，仿佛有什么诡异的力量在默默窥视着他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眼中透出一丝惊恐之色。四处张望时，整个办公室的灯开始频繁地闪烁，发出毛骨悚然的声响。王聪感到自己身体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他施加着不可名状的压力。他试图呼吸，但是空气似乎变得越来越稀薄，让他感到窒息。王聪的内心开始产生恐惧和不安的情绪，他感觉到自己正被一种奇怪的力量所控制着。他紧张地搓着双手，试图摆脱这种威胁，但是那种无形的手仿佛越来越紧，让他感到无法呼吸。正在四处张望时，王聪突然发现办公室过道的阴影中，似乎有两个苍白的身影正死死地盯着他。他一激灵，定睛看去，那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阴影中却好像一直有什么东西并未离去，让他的心脏更加剧烈地跳动着。王聪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他拼命收拾桌面，想要赶紧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。他飞快地抓起座位边的双肩包，三步并两步地冲出了办公室，一头撞在一个保安大爷的身上。他的心跳仍未平息，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扭头就进入电梯，离开了公司。从那天起，王聪就不敢再独自加班到晚上，总是和别的同事一起下班。有一天，王聪正坐在办公桌前加班，今天遇到一个很棘手的策划案，不知不觉间又加班到了很晚。等他一抬头，发现同事们早已经下班了，他嘟囔着，也准备赶紧回家，避免再遇到上次的事情。突然间，整个办公室又陷入了一片漆黑。他气恼地怨恨自己今天忘记了跟同事一起下班。慢慢的，那股寒意又爬上了后背，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恐惧感。王聪摸索着找手电筒或其他照明设备，但是所有的电力都似乎被切断了。在昏暗的手机灯光下，他看到了办公室正中央的过道上站着一个母亲和一个小孩，他们身影苍白，眼神空洞，看起来异常恐怖。那对母子看起来并没有在看他，但是孩子的哭泣声却一直在办公室里回荡，让王聪的心情更加恐惧。他想要逃出去，但是他的双腿仿佛被钉在了地上，无法动弹。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在那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经历一场噩梦，但是他能感觉到孩子的哭泣声越来越响，越来越清晰，让他无法置身事外。最终，当王聪的一个客户电话响起时，他们突然消失了，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让他感到无从理解。他的思维变得混乱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该如何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。王聪的脑子充满了混乱，急匆匆地收拾东西离开了办公室。好巧不巧，在走廊上又遇见了那个保安大爷。这次王聪很礼貌地问道：“大爷这么晚还在巡逻啊？”大爷笑眯眯地看着他，说：“我就在这住。”
闲着没事就逛逛，王聪心情一下子放松多了。时间又过去了很久，一次王聪在上班摸鱼时，无意间刷到了一个网页，新闻中的建筑看起来如此熟悉，原来10年前的一场火灾烧毁了一个家庭，造成了母子丧生，而这套房子正是现在公司办公室的所在地。因为火灾后房屋死过人，租不出去，只好改成了办公室出租。在火灾中遇难的有一对可怜的母子，据说消防员到达现场时，看见一个母亲紧紧地搂抱着自己的孩子，两人都被烧成了黑炭。新闻中那对母子的照片升高，如此像前段时间看到的2个白影。王聪脊背发凉，他大概明白了，这可能是那对母子一直未曾散去，而这些灵异事件正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哀求。王聪决定采取行动，帮助这些亡灵解脱。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公司老板，老板是个潮汕人，很重视地请来了道士，希望举行一场法事，祈求这些亡灵得以安息。然而，当法事进行到一半时，突然闪过一道刺眼的光芒，光芒过后，整个办公室又陷入了一片黑暗。突然，保安大爷又来了，他慢悠悠地敲着办公室的玻璃，打着手势，挥舞着双手。道士猛然间上前一步，挡在王聪和保安之间。大爷看到他们这么坚决，悻然扭头走了，消失在黑暗里。道士做了一阵法事后，告诉王聪，当年火灾的罪魁祸首竟然是那个母亲的老公，孩子的父亲。他为了能和第三者苟合，竟然在午夜放火烧了自己的家。这个至今尚未解开的秘密，让亡灵的怨念愈发强烈。而在这栋大楼里，还有另一个秘密，有一个外地来打工的保安，他知情的时候总是默默无闻，兢兢业业，但是他的命运却很不幸。他为了抢救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中的母子，被烧成了灰烬，而在清理时却无人知晓他的死亡。然而，保安的灵魂并没有离开这套房屋，他始终在这里游荡，就像活着时每天午夜在房间周围兢兢业业地巡逻。道士能感受到保安灵魂的存在，在道士的祷告声中，保安的灵魂开始慢慢地升腾，直到最终消失在空气中。王聪感到了一股祥和的气息，仿佛这个地方终于得到了某种解放。道士说，想要彻底解决这些亡灵的怨念，必须让罪魁祸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王聪毫不犹豫地决定曝光那个丈夫的罪行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同时，道士也在办公室进行了一场祭奠仪式，为亡灵们送行。从此以后，大楼里的人们不再感受到诡异的存在，而保安和母子的灵魂也在道士的帮助下得到了解脱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